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赴山海翻车，演技争议全解码黑红流量迷思。有人说他演技崩塌，也有人怒赞封神。诚意在赴山海中的表现，成了2025年秋最撕裂的舆论战场。一人三角的豪赌，他同时跳进3个躯壳现代社畜萧明明、热血侠客萧秋水、反派霸主李晨舟，这本身就是一场豪赌。预告片里2分钟打了60秒，镜头快得让人屏息。但真能同时驾驭3种人生吗？撕裂的演技评价，一面是官媒盛赞反套路英雄，欣赏萧秋水从想开挂躺赢到主动担责的成长弧光，另一面是潮水般的差评，哭戏被指情绪不到位，父母双亡的悲怆演得假的离谱。有人甚至直言他吐词不清，气息不稳，堪称该剧最大败笔。打戏唯一共识区，唯有打戏几乎零差评。竹林间7个空中转体，动作干净利落。武术指导融合太极、八卦掌等传统元素，诚意亲自完成高难度动作。这场峨眉金顶对决，他刚获得8位高手内力，与李晨舟的对抗里，同时演出了报仇的冲动与宗师的沉稳。观众用遥控器投票云和数据从 0.3 飙升至 1.2， 这是最真实的掌声。窄肩引发的审美战争，争议蔓延到外形。镜头直愣杵进他的窄肩，与张智霖对戏时更显小鸟依人。武侠世界向来崇拜宽肩阔背的体魄，诚意打破了这一隐形规则。但美本当多元，何必用单一尺子衡量峡谷？黑红流量的悖论。更值得深思的是现象本身，豆瓣开分仅 4.3， 广告收入却暴涨30%。品牌方疯狂追加投放，黑流量也是流量，骂声越响，曝光越高。这早已不是艺术评价体系，而是注意力经济的野蛮收割。观众每一次愤怒点击，都在为烂剧续命。演员的困境与出路，诚意并非首例。养养我的人间烟火后，商务报价腰斩，肖战靠梦中的那片海逆风翻盘市场，永远现实。真正解药或许是降低片酬占比。国家广电总局一再强调，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成本 40%， 把更多预算投入制作，而非明星薪酬。武侠剧的未来在何方？赴山海尝试年轻化表达，用 PPT 策划门派斗争、股权分配调解利益冲突，现代思维碰撞古代江湖，本可成为创新亮点。但若制作经费被片酬挤压，再好的创意也难逃5毛特效。沉默的大多数正在觉醒。数据揭露真相，爱奇艺会员数首次下滑，观众学会对烂剧踩刹车。他们或许不发声，但会用取消续费投票。这不是终结，而是行业重生的开始。诚意还有机会选择。下一部两京15日，导演张黎，原著马伯庸，阵容豪华。若能将片酬控制在合理范围，把资金真正投入制作，或许能摆脱黑红循环。观众其实简单，哪里用心，哪里敷衍，一眼便知。好作品能让人忘记所有黑历史，烂作品也会让观众再不想看见那张脸。这才是最残酷的规则。诚意赴山海，演技争议全解码，黑红流量与武侠困境。争议的中心，一人三角的豪赌。2025年秋季，诚意主演的《赴山海》播出后，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热搜榜。原因不只是剧情、特效或武侠设定，而是诚意本人。他在剧中同时饰演3位角色：现代社畜萧明明、热血侠客萧秋水、反派霸主李晨舟。在国产剧中，一人分饰2角并不少见，但3角却极为罕见。这既是一种突破，
也是一次豪赌。观众期待看到演员能否在表演层次上拉开差距，让人忘记同一张面孔背后是3条不同的命运线。然而现实是，程毅的尝试并没有赢得一致掌声。有人夸赞他完成度极高，能在光影切换间游走于社序的卑微，侠客的坚毅与反派的狠戾；也有人冷嘲热讽，认为他分不清人设、台词、情绪，几乎没有明显区隔。撕裂的演技评价：争议的矛盾点集中在哭戏与情绪表达。剧中萧秋水父母双亡，理应是全剧最催泪的桥段，可大量观众批评这段表演情绪不到位，甚至有人直言像是在背台词，泪水和表情都显得刻意。与此同时，官媒却给出高度评价，认为程毅塑造了一个反套路英雄。起初萧秋水想开挂躺赢，却在重重打击后学会承担责任，完成成长弧光。这种正面解读与民间的负面反馈形成强烈对比，也使舆论场更加割裂。表演细节上的瑕疵放大后，甚至有人质疑程毅吐字不清、气息不足，把他称为该剧最大败笔。而粉丝则反驳，指出这是后期收音和剪辑问题，不应全算在演员身上。唯一共识：打戏封神。在几乎所有争议之外，程毅的打戏成为唯一的共识区。竹林空翻、峨眉金顶对决，7个空中转体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几乎没有替身痕迹。武术指导还巧妙地融合了太极、八卦掌等传统元素，让打戏既有美感又有力度。尤其是他在获得8位高手内力后，与李晨舟的巅峰对战，不仅展现出报仇的冲动，也透出宗师的沉稳。这种复杂气质让不少观众惊叹，打戏里他才真正活过来。云和数据显示，这一集的实时收视从 0.3 直接飙升至 1.2， 堪称最真实的掌声。外形之争，窄肩审美的冲突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争议还蔓延到程毅的外形。镜头多次捕捉到他肩膀窄小的体态，尤其与张智霖对戏时更显小鸟依人。在长期被宽肩阔背定义为阳刚标准的武侠剧中，程毅的身形显得另类。有人因此否认他的侠客气质，认为他撑不起江湖大侠的架子。也有人提出不同见解，武侠精神本应多元，侠骨并非只靠体格体现。柔韧的身形、冷峻的气质同样可以诠释另一种侠义。这场审美之争，其实折射的是观众对于传统英雄形象的固化想象。程毅的存在正好打破了这层固有框架。黑红流量的悖论。更耐人寻味的是《富山海》在数据上的表现。豆瓣开分仅 4.3， 骂声一片，然而广告收入却暴涨30%，品牌方甚至在争议最激烈时追加投放。原因很简单，黑流量也是流量。越多的争议，越激烈的批评，越能制造曝光。观众哪怕带着怒气点击播放，也在为平台贡献活跃度和热度。这种注意力经济的逻辑，已经让艺术评价逐渐失去主导地位。观众每一次愤怒转发、吐槽弹幕，实际上都在为剧集续命。这就是行业最残酷的悖论：口碑越差，热度可能越高。演员的困境与出路。程毅并非首个被困在黑红循环中的演员。杨洋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口碑崩盘后，商务代言锐减，而肖战则凭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成功逆风翻盘，重新获得业内肯定。市场永远冷酷，唯有作品能证明演员的价值。国家广电总局多次强调，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成本 40%， 目的正是让更多预算投入到制作与特效，而不是明星薪酬。如果《富山海》在资金分配上更加合理，或许整体质感能提升不少。对于演员而言，降低片酬，选择好团队、好剧本，才是长远之道。武侠剧的未来，在传统与创新之间。
傅山海尝试做年轻化表达，把江湖门派斗争转化为股权分配、利益博弈，用现代思维碰撞古代武侠。这种设定本可成为创新亮点，可惜因经费不足、特效粗糙，被观众讽刺为五毛 PPT。武侠剧要想真正复兴，必须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注入新鲜血液。无论是叙事结构的突破，还是视觉效果的升级，都离不开资金与用心。沉默的大多数正在觉醒。数据显示，爱奇艺会员数出现下滑趋势，许多观众选择取消续费，用沉默投票表达对烂剧的不满。这说明观众并非没有判断力，只是逐渐学会用实际行动来影响行业。傅山海或许不会是终点，而是行业重生的一个契机。唯有真正用心的作品，才能留住观众。诚意的下一站。对于诚意而言，未来并非全然灰暗。他的下一部作品《两京15日》，导演是张黎，原著出自马伯庸，这无疑是金牌阵容。只要片酬与制作成本分配合理，诚意完全有机会摆脱黑红标签，重新证明自己。观众的心其实很简单，哪里用心，哪里敷衍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好作品能洗白所有争议，烂作品则会让人再也不想看见那张脸。这才是娱乐圈最冷酷的生存法则。